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2008年7月27日上午，波士顿四季酒店的一间套房内，故事的女主 Sandra Boss 一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呢，不光姓 Boss， 也是个真 Boss， 是麦肯锡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年薪200万美元以上。但是今天她显得有点心神不宁。几个月前，她刚刚离婚，前夫叫 Clark Rockefeller。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正是那个富可敌国的洛克菲勒家族中的一员。在结束了12年的婚姻生活后呢 ，Sandra 艰难地夺得了6岁女儿的监护权，带着女儿远离美国，跑到伦敦去工作。前夫每年有3次探视女儿的权利，但必须是在社工的陪伴下。今天正是 Clark 第一次探视女儿，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电话铃声呢急速响起，社工慌张地告诉他：“Sandra， 实在是不好意思，你前夫绑架了你女儿。”社工说他已经打了911。Sandra 呢则坐上出租车，火速赶到事发现场，结果就看到了满身是血的社工。原来Clark 事先准备好了汽车，在散步的时候呢，突然将女儿抓进了车里，关上车门就要逃跑。社工眼疾手快，拉住了车门把手，没想到 Clark 根本就没有停车的意思，在路上把他拖拽了一段，最后头被狠狠地撞在了人行道上。警察赶到，看到 Sandra 哭得很绝望，他对警察说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儿，现在完蛋了，我们再也找不到她了，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女儿了。一位警官就好奇地问，说这什么意思看不起俺们的破案能力吗？没想到Sandra 悠悠地回答道，因为我不知道那个男人到底是谁。Clark Rockefeller allegedly grabbed his daughter Ray during a supervised visit in Boston and then fled in this SUV to New York. This man, take a look at this picture, please. He claims to be Clark Rockefeller, but now he... 时间退回到16年前，那个时候Sandra 还是个学生，到纽约想找一份暑期的临时工。她的双胞胎姐妹 Julia 在教堂认识了一个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个公子，想追 Julia， 可惜那会儿呢，人家 Julia 已经名花有主了。男朋友是耶鲁大学的同班同学。茱莉亚本着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就把 Sandra 给撮合了过去。在这之前呢 Sandra 的情路并不算顺利，和她约会的男人都被她的聪明才智吓跑了，临走时还不忘补上一句，你要是没这么聪明就好了。 Sandra 有多聪明呢？本科斯坦福，然后到哈佛去攻读 MBA， 妥妥的学霸和别人家的孩子。当洛克菲勒家的孩子遇上别人家的孩子，两个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国产偶像剧在男主角设定上一直有一个公式，叫做美强惨，好像只有这样才会让女主和观众爱得死去活来。Clark 呢就完美的契合了这个设定。美，洛克菲勒学院风，干净利落，身材健美，是女人眼中的美男子强，除了家庭的荣耀，他博览群书，14岁就读耶鲁，对物质是不屑一顾，现在为一些发展中的小国进行债务的减免谈判，而且呢还不收钱，纯工业。再来说惨那可就太惨了。他告诉 Sandra， 2岁的时候呢，他不小心从萨顿广场的家中楼梯上摔下来了，从此就成了哑巴，没法上学。直到9岁那年的某一天，邻居因为外出，让他帮忙照顾家里的一只小狗。他一见到那只小狗，就对小狗喊汪汪，从此神奇地恢复了说话能力。在他18岁临近毕业那年，有个周末他不想回家，爸妈呢就开了辆跑车去耶鲁看他，没想到路上出了车祸，从此就没了父母。但是呢，父亲生前曾经在海军服役，陷入了一场贪污的诉讼，留给他的遗产全部被法院冻结了，他只继承了一批画，也不太值钱，一幅也就几百上千万吧。而且呢，这些画名义上要由家族信托基金保管，10年内不能出售。2年多的异地恋 ，Sandra 和 Clark 的感情呢是不断升温。在 Sandra 的眼里 ，Clark 温柔善良，有文化又博学，虽然有点古怪最后也都化成了可爱和神秘。哈佛商学院毕业之后呢 ，Sandra 来到纽约，进入了麦肯锡工作，两个人也在1995年10月结了婚。尽管没有洛克菲勒家族的其他成员来参加婚礼，但这少许的不快很快就被洛克菲勒家族媳妇儿的荣光所取代在麦肯锡 ，Sandra 是迅速的升职，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高级合伙人，
还主导过给纽约参议员和纽约市长的金融咨询服务。除了自个儿的努力之外呢，这些机会或多或少的都来自于洛克菲勒这个名字无形的影响力啊。而随着 Sandra 在麦肯锡的工作越来越繁忙，薪酬呢也越来越高，她把钱都交给了丈夫控制。Clark 负责存她的支票，支付账单，然后报税。然而在这繁忙的工作背后 ，Sandra 其实也有一些难言之隐。随着这个婚姻的延长，丈夫似乎不再像恋爱中那么温柔了，对她充满了控制欲。Sandra 将丈夫的暴躁理解为压力太大，如她所说嘛，她每天要帮助那么多第三世界国家呢。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加剧了她的压力啊。到了1998年底 ，Clark 去公园遛狗，和人打了一架，对方叫来了警察，警车就一直跟着 Clark 回到公寓。他一怒之下和人家警察吵了起来，之后冲回房间，对着 Sandra 大喊说：“我受够纽约这个破地方了，咱们得搬家。” Sandra 心疼丈夫呀，觉得换个环境可能有助于她的心情改善吧。于是他们在 Nantucket 和 Woodstock 都小住了一段时间。1999年年底呢，他们搬家到了 New Hampshire 的 Cornish， 这是一个只有1700人的小镇，一处艺术家的聚居地。作家塞林格就隐居在这儿。Clark 那股子焦虑和疏离的状态和麦田里的守望者呈现的气质非常接近。搬家之后Sandra 要经常赶飞机去纽约上班嘛，于是更多的时间呢，她干脆就在纽约住下了，住在酒店里头。这些独处的时光呢，就给了她审视这段婚姻的机会。她意识到丈夫的变化好像有点太大了。她在 Cornish 不断的炫富买了23辆老爷车，捐了11万美元修建那儿的警察局，还买了有200年历史的一座教堂。那个之前口口声声说自己不爱钱的男人，一直在用钱在小镇里头塑造他的尊严。于是Sandra 第一次想到了离婚。Clark 一听 Sandra 跟他离婚飞速赶到纽约，突然就不再是那个阴郁、喜怒无常、孤僻、脾气暴躁的人了，而是又变回了 Sandra 爱上的那个男人。他呢来到 Sandra 的住处，带着礼物、鲜花、珠宝，对他大加赞赏和投入关注。没多久Sandra 就发现，尽管采取了严格的避孕措施，但是她还是怀孕了。那事已至此呢，她还是决定留下来跟丈夫再试一试。2000年的圣诞节 ，Sandra 就跟着他回到了 Cornish， 和 Clark 和好如初了。Clark 也趁机兴奋地告诉 Sandra， 自己创办了一家公司，将喷气推进应用在商业领域，很快就可以挣大钱了。2001年的5月呢，他们的女儿出生，休完3个月的产假之后Sandra 就重回纽约工作了。她一般会在周4回家，然后利用周末的时间陪伴女儿和老公。Clark 呢，则解雇了保姆，当起了全职奶爸。他把所有的兴趣都放在按照他的意愿去塑造女儿上面了。一开始嘛 ，Sandra 觉得还挺好的，爸爸对女儿多上点心，自己也能放心的投入工作嘛。女儿呢，从小就认识了字母，2岁起就开始大量的阅读。这父女俩穿的是一模一样的衣服，亲密无间可是随着女儿逐渐长大，这个事儿却往坏的方向开始发展了。到了3、4岁，应该上幼儿园了。Clark 呢，却做了一个决定，不让女儿进入学校，而是他要自己教她，甚至禁止女儿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除此之外这房子里的水电暖、吃的喝的都是 Clark 在管。他和 Sandra 一吵架2个人就分房睡。这一分房睡嘛，他居然用掐你的电线和冰凉寸断的损招来惩罚 Sandra。你说年薪100万的跨国公司女高管，在家里头竟然吃不饱穿不暖，这说出去谁信啊？半夜被冻醒饿醒的 Sandra 就再次产生了离婚的想法。可现在的问题是这小镇上 Clark 已经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一旦离婚，证人们可能不会支持他呢可能会失去女儿的监护权不过在爱的光环褪去之后Sandra 女强人的这个属性就显现出来了。她决定分步骤实施计划。刚好此时呢，她被调到波士顿工作，就威胁 Clark 必须做出改变了，起码要搬个家吧，然后送女儿就去上学，否则就跟你离婚。那离了婚可没有再会赚钱的老婆养着他了。那这下子就轮到 Clark 退让了。2006年9月呢，他们花了270万美元买下了 Beacon Hill 的5层联排，搬到了波士顿。可是买完房之后，他们的经济状况却一下子变得很紧张。从来没有管过家里头财务状况的 Sandra 突然发现，她这些年挣下的钱
竟然都被 Clark 给花光了。于是他就找 Clark 商量，说要不你卖掉一幅画吧，咱们改善一下生活嘛。之前你说要10年后才允许售卖，现在时间差不多也到了。没想到 Clark 坚定地说 No， 这些画是洛克菲勒家族存在的证明，一幅都不能卖。这一系列的矛盾让 Sandra 一点也不再相信自己的丈夫了。她给 Clark 那个长期使用的报税会计师打了电话，结果发现 Clark 一直告诉会计师 Sandra 是他妹妹，所以一直以来呢，就只有 Sandra 在报税， Clark 的收入完全是个谜。直到这个时候Sandra 才震惊地发现，结婚10年的枕边人很可能是个骗子。他赶紧雇了一名私家侦探，把 Clark 说的每一件事都告诉了他，让他快点去查一查这个人到底是谁啊。很快，私家侦探带回了惊人的消息， Clark 这个人太神秘了，查不到他的出生记录，查不到他的父母，查不到和 Sandra 结婚前的任何记录。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他肯定不是洛克菲勒家的人，因为一个如此声名显赫的男人是不会就这么凭空出现的呀。正好这个时候 Sandra 他老爸也打来电话，说之前女婿提到过去世的母亲是一位美国演员，叫什么什么什么。他上网的时候一查，这演员还活着呀，而且还出演了新的剧集呢。Sandra 就想办法要到了那位女演员的电话，结果人家说他从来没有生过一个叫 Clark 的儿子，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2007年1月 Sandra 正式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要求女儿的监护权。双方律师经过了近1年的扯皮Sandra 决定放了一个大招。她详细列举了自己在婚姻中受到的虐待，以及 Clark 所说过的所有谎言，做成了一份宣誓书，提交给离婚法庭，以证明老公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洛克菲勒，请求法庭追查一下他到底是谁。Clark 的律师很快怂了，打来电话说 Clark 同意和解，他要$100万，可以放弃女儿的监护权。最终Sandra 赢得了这场离婚大战，尽管付出了不小的经济代价吧，但更重要的是她赢回了女儿。她呢很快接受了一份远在伦敦的工作，想着带着女儿赶紧逃离这个可怕的人吧。万万没想到，严防死守的探望条件还是没能阻挡住这个疯子把女儿从她身边偷走。在绑架案发生24小时后呢， FBI 的人就接手了此案。他们先是给洛克菲勒家族的发言人打了电话，对方直接否定了家族中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调查中呢还发现了 Clark 是精心制定了一个逃跑计划，为的就是保证神不知鬼不觉的人间蒸发。帮他逃跑的那个司机呢是个可怜的受骗者。Clark 还告诉了很多朋友不同的目的地，什么秘鲁、百慕大、阿拉斯加，每一个调查方向最后都走向了死胡同。无奈之下Clark 被定为了美国头号通缉犯，加强搜索力度。可是在 FBI 以往的经验中，这种亲生父母绑架孩子的案件最后都会以悲剧而结尾。他们不以金钱为目的，往往是为对方的就是要折磨你的情感，我得不到呢，你也别想得到。FBI 在媒体上公布了绑匪和他女儿的照片，希望有人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7月31号Sandra 录制了一段感人的视频，在全美各大电视台播出。 Clark, although things have changed, you will always be Ray's father, and I will always be Ray's mother. We both love her dearly and have only her best interests and well-being at heart. I ask you now, please, please bring Snooks back. 这段视频加上一张印有 Clark 照片的通缉海报，引发了舆论的浪潮，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电话。在康涅狄格州的小镇柏林，有人就告诉美联社，他100%确定警方在找的人就是 Christian， 是他家30年前接待过的一名德国留学生。而在密尔沃基呢，有人联系记者说，他的妻子曾和这名绑匪结过婚，但只持续了1天。这场婚姻帮他拿到了美国身份，他是德国一个农民的儿子。而在加州的 San Marino， 也有一个理发师告诉记者说，这逃犯名叫 Christopher， 是20世纪80年代住在这的英国贵族，自称与蒙巴顿勋爵有亲戚关系，此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过去认识这名逃犯的所有说法对当局来说意义不大，他们真正需要知道的是 Clark 从波士顿逃走之后有谁见到过他，怎么抓他呀。这条重要的线索呢，没有让 FBI 等太久。
8月2日，家住 Baltimore 的一名女子来到 FBI 办公室，她是名房产经纪，说曾经有一个很古怪的客户，他是一个船长，长得就很像这个逃犯。大概是1年前吧，也就是 Sandra 还没有离婚之前，这位船长呢就用 email 联系这个房产经纪，要他帮忙在 Baltimore 的南部买一栋房子和一艘船。他们完成交接的时间呢，恰好就是绑架案发生前的1个月。他和这位船长只是匆匆的见过一面，当时对方的帽子压得很低，但他记住了一个细节，那就是船长后脑勺呢有一块白发，这和一则电视报道中提到的 Clark 的特征完全相符。而在绑架案发生的当晚，船长就紧急的让他把房门钥匙放在了信箱里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说明 Clark 很有可能就还住在这儿。于是呢，8月3号凌晨 FBI 的探员就秘密包围了这栋房子。然而12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任何的动静，莫不是听到什么风声，这嫌犯又跑了吗？ FBI 决定不能再等了，让码头的经理给这个所谓的船长赶紧打电话，骗他说他的船在码头那边沉了。这船长果然就上当了。20分钟后呢，远处的探员就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屋子里头跑动，然后一名男子走出了房门，朝码头走去。这个时候一个探员就出其不意地喊道，说洛克菲勒先生，您要去哪儿啊？哦，我去买个火腿三明治。这句话是他以自由之身撒的最后一个谎。之后一群特工就给他摁倒在地，另一群特工冲进屋子带走了女孩。审讯马上在当地进行，这位船长或者说是 Clark 东拉西扯，没有一点实质的进展。他坚称自己只是想做个好父亲，他爱自己的女儿，想和女儿团聚。探员呢听不下去了，说得了，别胡说八道了。按你说的，你这么爱你的女儿，可是她却连你到底是谁都不知道，你搁这装什么好爸爸呢？告诉你我们现在有50个联邦探员在追查你的真实身份，如果你还想蒙骗过关，那你是真没把 FBI 放在眼里啊。 Who else were you? You were Rock. Who else were you? I couldn't even remember. I couldn't even. It's just like. If you had to put a number on how many different names you've used in your lifetime, how many would you say? Oh no, Rockefeller is always the big. It was always. You get the most bang for your buck. No, I mean that was always sort of my general name. So what's your real name? Well, that is it. That's the name that I'm using. So, and I mean that is my real name. Were you born James Clark Rockefeller? Probably not. Do you remember what your mom and father looked like as a child? Do you think you were orphaned? Couldn't tell you. 4个小时的审讯即将结束之时呢，这男的终于崩溃了。他承认他不是什么洛克菲勒，这名字完全是他编出来招摇撞骗的。而面对探员给出的这个各地的线索呢，他也一一的回应道，说 Christopher 是我1985年到1988年用的名字， Christopher Chichester 那是我81年到85年用的名字。等核对完所有的假名字， FBI 就无语地问道，好了，那现在我到底是在跟谁说话呢？这个时候这男的又开始装傻了，说我压根儿不知道我原来的名字。然而都这个时候了，你狡辩是没有意义的呀。案发当天他曾经使用过一个水杯联邦探员在上面就提取到了他的指纹。第一次审讯后不久，和当年移民文件上的指纹这么一比对，结果就出来了呀。和探员猜测的一样，他呢就是那个德国移民 Christian。当年17岁的时候，用旅游签进入美国，用各种欺骗手段延长了停留时间，最后用假结婚获得了美国身份。从德国的农民之子到洛克菲勒家族的成员，完成这个蜕变Christian 用了14年的时间。他的方法呢非常简单，就是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名言谎言越大就越容易被人相信。他呢以教会为人际关系拓展的开端，因为这个环境呢很容易彼此信任嘛。之后呢以显赫的身份作为麻痹的武器和上钩的诱饵。在美国的整个生活中他一直利用着女人的善良和好感。Could you introduce yourself saying I am? No. Everybody knows who I am. Well, who are you? I don't think everybody does know who you are. No. Why is that so hard for you to say your name? Because so many persons know me under different names, and I don't want to make anyone uncomfortable.
2009年5月，这起假洛克菲勒真绑架的案子在众多媒体和旁听者的关注中如期举行了听证会。Christian 的辩护律师上来就打了一套让控方意想不到的组合拳。他当庭陈述说，这个案子的重点不在于发生了什么，而在于为什么发生。他承认 Christian 的绑架行为，然后呢，详细列举了他30年里的每一次欺诈，然后给出了一个天雷滚滚的解释。他的当事人并不是一个精于算计的骗子，而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无法辨别是非啊。他一次又一次的撒谎，一直生活在神奇的疯狂的世界里，是因为妄想和疯癫。他虚构了10亿美元的画、洛克菲勒的身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工作，这些在任何心智正常的人眼里都是无比荒谬的谎言，结果却被当成了事实。所以错的是那些从未对此提出质疑的人，而不是 Christian。 随后律师还在法庭上猛烈地攻击了 Sandra， 说你是一位在财务战略方面卓越的高级人才啊，在15年的时间里居然无法分辨他是不是真的洛克菲勒，明明就是你有意想利用他这个身份获得工作上的便利罢了。不得不说这个律师的确有些无理辩3分的本事，本来是受害者，硬生生的给他扣了个阴谋论的锅。不过人家 Sandra 也没轻易就范，智商和情商是有很大区别的，好吧？一个人可以在生活的某个方面聪明的让人赞叹，但他完全可以是个恋爱脑啊。如果他认出渣男是一个骗子或者是疯子，就不会在12年的婚姻里把自己所有的钱都交给他呀。而且就算我不跟他计较骗我的事儿，他绑架女儿的事儿怎么算呢？这个跟洛克不洛克、菲勒不菲勒没关系吧？辩方律师呢就辩解道，说绑架这个事儿他也不是源自于计划，而是源于崩溃呀。他相信自己正在用心灵与女儿交流，而女儿发出了这个求救的信号。要知道，女儿出生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爸爸在单独照顾，他们之间呢有超过一般的父女感情，与最爱的人隔绝，让处于错觉的他别无选择啊。这个律师呢最后总结道，如果你在听取了本案的所有证据，确实相信我们被告在犯罪的时候患有精神疾病或者精神缺陷，而且严重影响了他判断犯罪行为的能力那么他就应该因为精神错乱而被判无罪。这个听证呢持续了2周，控方的律师在问询每个证人的时候都会问到，说被告有没有可能出现幻觉？结果答案大都是不会。那有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得了妄想症呢？答案也是没有嘛。控方律师最后对陪审团呼吁说，这不是一个关于什么疯狂的案件，这就是一个关于操控的案件，你们不要让他逃脱惩罚。最终陪审团判定 Christian 绑架未成年人罪，攻击罪成立，被判入狱4年，将在2013年结束刑期。那对于这个4年的刑期，大家觉得是多了还是少了呢？您要是觉得判轻了就接着往下看，因为这个事儿到这儿并没有结束。这起绑架案在美国掀起的轩然大波，引起了加州 San Marino 居民的注意，说这个家伙不是叫 Christopher Chichester 吗？他们认识这个人是因为在1985年 San Marino 有对夫妇 Linda 和 John 突然就失踪了。当时呢，这个人正住在这对夫妇的后院。失踪前Linda 就给闺蜜讲了一个离奇的故事，说她和丈夫马上要给政府从事一项秘密的间谍工作。闺蜜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Linda 失踪之后呢，她更是不停地敦促警方进行调查。警方呢找到了John的母亲了解情况，老太太也说儿子儿媳没失踪，在巴黎工作呢，有个神秘的线人一直负责跟他们联系。但是到了1985年7月份，看到儿子儿媳还没回来，老太太也慌了，绝望之中就报了警。因为住在他家后院的那个 Christopher 也失踪了，而他就是那个所谓神秘的线人。闺蜜这么些年来一直在给未解之谜的栏目写信，希望他们能够做期节目解开好友离奇失踪之谜。未解之谜呢给他回了信，显然兴趣也不太大。直到1994年，新的房东想在后院挖一个游泳池，结果铲车挖出了4个塑料袋，里面装的是被肢解的人类遗骨，属于一位身材比较矮小的男性和失踪的John相符。于是在1995年，未解之谜就前来报道了这起案件。在 Christopher 曾经居住过的客房地板上，警探用技术手段还原出曾经存在过大量血迹。这个 Christopher
也就是 Christian， 在2008年被捕后，一些当年没有站出来的人就纷纷出来作证。一个邻居就证明曾经给他借过一把电锯，还有一位南加大的学生说，当时去参加他家 party 的时候，看到过草地上一块区域被新挖掘过。更重要的是装这些尸骨的塑料袋，一个来自南加大，一个来自威斯康辛大学的密尔沃基分校，这2所学校恰好都是 Christian 就读过的学校。Sandra 这边呢也作证说，在婚姻期间 Christian 一直拒绝前往加州。I want to assert my innocence, and that I firmly believe that the victim's wife killed the victim, but be that as it may, once again, I did not commit the crime of which I stand accused. I'm sorry, convicted, excuse me. 其实关于这起谋杀案的指控从来都没有直接证据，但是呢，陪审团还是站在了检察官一方，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判定 Christian 1级谋杀成立，判处27年监禁。关于这个 Christian 至今仍有很多谜团没有解开，比如1988年12月到1992年，他神秘失踪了4年，在这期间没有他的出入境记录，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证他曾经试过某人，见过他，或者和他打过交道。他就像一个真正的幽灵一样，没人知道他那4年干了什么。1985年，他谎称自己是好莱坞制片人，通过了严格的招聘程序，进入了一家老牌的战雀公司，从事技术工作。入职的时候呢，他填的社会安全码属于1978年被捕的纽约连环杀人犯山姆之子。另外San Marino 尸骨案中失踪的 Linda 至今也没有被找到，她是同谋呢，还是另一个未被发现的受害者呢？这仍然是个谜。没有人是天生的骗子，那欺骗的种子究竟萌芽于何时呢？ Christian 可能永远难忘这样的一幕那一年呢，他13岁，在德国的乡下，前一天刚刚看完美国的一部老电影，电影里头骗子变换了10几种不同的身份。他想，我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他忐忑地给车辆管理所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是来自荷兰的富翁，要登记2辆劳斯莱斯。办事员呢，可能是出于好奇，也可能是出于怀疑，就说：“哟，那您这德语说的可真不错。” Christian 发现自己居然既兴奋又镇定，于是就自信地说：“那是因为我的祖父是德意志帝国流亡到荷兰的末代皇帝威廉2世。”好了，这个大骗子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最近呢，我们有个好消息想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咱们 M2 档案有电子书了。大家知道我们每一期节目的材料收集、翻译、整理、信息核实，到最后形成文案，是我跟团队的伙伴们，尤其是以 Moelle 为首的编辑小组精心打磨的。我讲的时候呢，会根据故事的进程、情节的画面感以及节奏的推进，做符合 Ray 个人风格的处理。这过程中呢，原故事的内容经常会有大量删减，甚至为了躲黄标，我们很多故事没做成视频。这部电子书《风雨者》就是文案的完整版，而且呢，全部24篇故事里头有差不多1/3是没做过视频的。这里要特别说一下Moelle月亮姐姐她的中文名呢陈峰在天涯网站的时代就已经给大家写罪案故事了，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和网友。现在大家又在 M2 档案里头大团圆了。总之一句话这本书是原汁原味的 M2， 我们会在视频下方放上链接，大家呢也可以在 Amazon 或者 Kindle 上输入繁体字的书名《风雨者》进行购买。最后还是谢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咱们呢下期再见。